有一道光进入我的眼睛，这是啥？我怎么能看见头底下了？我这是拥有了透视的能力啊！太好了！3天前穿越到这80年代来砍山，啥也找不到。如今有了这个透视的能力啊，整个大山的物资我都尽收眼底，每天都能挖到好货，卖上好价钱。动作快点儿！天黑之前必须挖到10株人参。小瘪犊子，挖到人参得交出来！你竟然敢私藏，老子现在就打断你的狗腿！铁山叔，大力啊，他实在饿得没法了，才想私藏山参去换点吃的。他以后呀，肯定不敢了，您就饶他一次吧。啊，小兔崽子，少管闲事！怎么有一道光进入我的眼睛？这是啥？我怎么能看见头底下了？我这是拥有了透视的能力啊！太好了！3天前穿越到这80年代来砍山，啥也找不到。如今有了这个透视的能力啊，整个大山的物资我都尽收眼底，每天都能挖到好货，卖上好价钱。将军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是大嫂来收参了。大嫂到了。都吵着什么呢？耽误了收参的时辰，你们担得起？红娟大嫂，有人私藏人参，我正按规矩收拾他呢。出参了，拿来我瞧瞧。这参须子都是用松香粘上去的，一眼假呀！这种瘪三参，你们也藏？我要收的是3撇以上的老山参，不是这种废革的。把这小子关去黑窝棚，然后再按照老规矩跪满8个时辰，不准吃喝，之后丢去后山做苦役。遵命。黑窝棚阴冷潮湿，还有蛇虫鼠疫，跪8个时辰跟受大刑一样。完了还要去做苦役。大力是我发小，不能看他被罚。这大嫂今天的收获不少，可惜包里这些参没几个好货，我替他避免损失，也许能让他放过大力。大嫂别走！大嫂，你包里的那根人参是假货？你怎么知道我包里有人参？小子，知道我收这参花了多少钱不？你居然敢说是假的！大嫂，我40年老把头了，我卖给你的参那绝对没问题。他这小瘪犊子就是在胡咧咧。这样吧，你给我说说这参哪儿假？不过你要是敢瞎扯，那我卸了你的胳膊。大嫂，我说的要是真的，你能放了我兄弟不？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大嫂，别听他瞎咧咧，这毛头小子懂啥呀？纯粹胡扯。你仔细瞅瞅，这就一松香粘出来的工艺参。我赵红娟在长白山收参多年，什么参没见过？这是好是坏，难道我还能看走眼？你说这是工艺参，它就是啊。想糊弄我，没门。大嫂别急，还有这参呢，炉头是10年的，主根是5年的，须子是3年的。这变参讲究的是观炉、看纹、摸体、查须，你光用眼瞅，碰都没碰一下，就能瞅出真假。大嫂不信，还可以看看这颈部的环纹，一看就是画上去的，一碰就掉。我去，真掉了！来人！大嫂，我真不知道那是假的，我也是从别的放山佬那收的呀！你饶命啊！你竟然敢糊弄到我赵红娟头上，拉去黑窝棚做苦力！月嫂，这下能放了我兄弟吧？来人，把他们也拉去黑窝棚，他俩关到一起。哎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果然，漂亮娘们的话不能信，这长白山的娘们心更黑。哎呀！好好待着，要不然羞死你俩！奶奶的腿儿！我买这山参的时候，这小崽子根本不在场，他咋知道是假参？难不成他真有什么本事？最近卖参的钱不对，我得把谢老爷的账本找出来，查清楚。账本找到了。我回来了。
哎呀，你在翻什么？我哪有翻什么？是看你快生日了，给你寻了个老钱吊坠，想着藏在抽屉里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却被你发现了。你看，咋了？你不稀罕？这可是我跑了3个山头才淘换到的。嘿嘿，稀罕？你送的东西能不稀罕吗？对了，今儿咋会这么早？这么快就收完身了？别提了，这回收的参队里不少假货。就说这颗不光用松香粘的须子，还他娘的注了糖水，分量比原来重了3成不止。连谢老歪都打眼，张俊那小兔崽子却能一眼认出假身，看来他真有看身本事。我最近得进城一趟，查查这些假参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参队的活你先盯着，别出岔子。知道了，得把张俊那小子先捞出来。英子，跟我去黑窝棚，把张俊那小子给捞出来。张哥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私藏人参，你也不会跟我一起遭罪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咱俩同村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不也没啥事儿吗？张哥，你真懂变身啊！那公益参你咋一眼就看出来了？那个，你忘了，我祖上是放山老把头，那我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呢。也是，就算懂又怎样？以后只能做苦力，本事再大也没处使。这穷日子啥时候是个头？我去啊！这破地方竟然有1包银元，1包大概10来块，去银行换1块银元能换5块钱，这一包就是50多块，穷日子不就到头了？哥，你干啥去？哥，你疯了！看守就在门口盯着呢，发现你乱翻东西，又逮走。那咱也不能在这黑窝棚白遭罪，这里有银元，不拿白不拿。我操！50块到手了，等回家就去县城置办挖参装备。自己当把头雇人放山，不在这破地方受气了。你俩小兔崽子在这捣鼓啥呢？我可都看见了，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东西，活腻歪了！慢着，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人我有用。这小子不老实，我刚准备收拾他呢。说，你怎么知道我盒子里是假参？说我能透视，他指定不信啊。反正我也是把头，瞎掰他应该听不出。我那个祖上就是放山的，我从小跟我爷去刨参，就你那参呢，我一闻味儿就知道是假参，松香味儿太冲。对，我跟他一个村的，我能做证，他爷爷是旧社会的参把头。这小子有点本事，能变假参，这不比啥都金贵。好了，这人我要带走。大嫂，我说了不算，谢老大吩咐过，这惩罚不能断。大嫂说话，你敢不听？谢老大脾气怪罪下来，我小命可不保了。好了，谢老歪他去镇上了，这几天这里的事情都听我的，你少废话。那行吧。马六点，跟我们走。我还是检查检查，这小子刚才偷藏东西。你藏什么了？没有。行了，拿去打酒，别磨叽。谢谢大嫂，您慢走。走吧。不行，我去不了。你说啥呀？娟儿嫂都放你走了，你还敢不走？你矫情啥呢？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。走也行，得给他带走。张哥，我就是一个累赘，别管我了。是啊，这个小子他除了扛柴火还能干啥？他是我发小，我不能不管他。你把自己当大哥了是吧？想咋样就咋样。你要不带他走，我就在这儿待到死。停！你带他一起走，我给你当抬参的帮手。你小子敢谈条件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？好了，看来你这个小子还挺重情义的嘛。行，那我今儿个就答应你，到时候别给我掉链子就行。一起走吧。走。今天绅士有盲参交易会，你给我把好关，别让刘老鬼那个家伙唬住。要是挑到好参，少不了你好处。行啊，大嫂，赌泥参我最在行了。不过啊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得让大力跟我一起去抬参，好处呢得分他一份。你别得寸进尺了，能让你俩活着就不错了。行，按你说的吧。嘿，等我用透视眼找到参王，看我咋调教你这狗仗人势的。这不就是爷爷说过的赌泥参吗？人参包在泥里，
买家只能看个炉头须肩，全凭眼力经验，风险大得很。嘿，但我有透视眼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不跟捡钱一样？大嫂，这儿的规矩是一口买断，还是压住掌垮？呀，你这小子还真懂啊！今天这王生会都是一口买断，要是选错了，就自认倒霉。红娟大妹子，前儿收了假身，今天就找个毛头小子来我的摊上碰运气。这小子的爷爷虽然是身把头，但他也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他这小子，别妄想在我的摊上捡漏。怎么，刘老鬼，别管我带的是谁，我来买身跟你送钱，你还不要？那就来吧，但你们单独买身没意思，不如让你的人挑出来一个人参，跟我挑出来的参对比。如果他挑的参年份比我长，那我的老瓜岭参地啊都归你；如果他要输了，你那镇上的麻将馆归我，怎么样？至于你小子，我听说你爷爷有张熊皮地图，如果你输了，就把熊皮地图交出来。糟了，刘老鬼这老东西怎么也知道熊皮地图啊？这玩意儿不怕贼偷，就怕贼店家，这下麻烦了。好家伙，一上来就玩这么大！刘老鬼的老瓜岭可是快80年的老参地啊，这刘老鬼舍得拿出来赌？刘老鬼，我说你怎么在这闹事？原来是看上人家的熊皮地图了，你还真是没出息。我就是相中了，少废话，你就说赌不赌吧。好，都听到了。行吧，我试试看。选参开始，谁挑的参，要是验出来年份不够，你们压的老瓜岭参地、麻将馆和熊皮地图可就没了啊！开始。张哥，这就是一坨坨黑泥，啥也看不见，这可咋办呢？这参不对呀！你小子只是看看，连稳土变身都不会，还想在这里装神弄鬼？还是看我的吧！哼，就他了。6年原参满罐了！我的娘嘞！正经的6年原参，马牙炉饱满周正，铁线纹，密而匀，带珍珠点，无虫蛀，无疤痕，够上1等货，满贯的标准了。刘老板不愧是相声的1把手啊！大嫂和小崽子输定了。我的妈呀！竟然是一颗标准的5品叶山参，主根比我大拇指还粗，起码得有15年，太少见了。拿下这个，这把就赢定了。就这个吧。就这个了。这不是一块大泥巴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这香包能扑上什么死耗子！红娟大妹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小子才20出头，毛都没长齐呢，他会伤什么身呢？啊！你们压着的麻将馆和熊皮地图，铁定归我了。清完之前没分胜负，你急什么呀？哼，等会儿清出来，要是颗瘪身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刘老鬼，别跟小辈一般见识，麻溜验身吧。再怎么验也不会比我的厉害。胡头小，主根细，顶多4年参，垮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他就是一颗小人参。你这小子到底会不会挑啊？这还没清完呢。这都清到主根了，还怎么清？难不成这小子输不起，想当场耍赖？小子，你的眼长哪儿去了？你当这的大伙都是傻子是吧？刚才那颗人参呢，只是个崽子，清这坨。还什么崽子？你少扯什么王八犊子！这片原地啊，清出的参都是5年的原参，哪来的什么崽子？大嫂，这坨泥里要是清不出崽子他妈，我给你做10年苦力，1分不要。不行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清到主根就算数，哪有反攻的道理？是啊，规矩就是这样，再清就坏了行情了。怎么回事？吵吵什么？耽误大伙做生意。王管事，你来看看，这小子清出了一颗瘪身，非要反攻再清，你说这不破坏规矩吗？哎，你这没有清干净，我让反攻不是很正常？哎，是不是怕了呀？你怕真清出大参来，你那块地就归大嫂。我怕你个毛头小子，清就清，但是啊，赌注得加倍。你要是输了，你得给我当1辈子苦力。这赌金可够大的呀！就是张哥，这可是1辈子，要不咱别赌了。放心，我有数。好，就按你说的。老陈，接着清。这里的参我都很清楚，肯定没有好货。这泥参看着很普通，应该也开不出什么好参。这把真是便宜刘老鬼了。还真有参。还真有参。啊！
哎呦，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眼神出了问题？妈呀，这是大货元神！这怎么回事？一般的参不都是5、6年就起根了吗？这怎么会有一个10年以上的流传参？我的娘嘞！这是无皮叶的老参啊，双层弧头，肩部环纹清晰，根须长而起韧，珍珠点这么多，这也他奶奶的是元参！我的天爷，这么大一棵老元参，能换一间大瓦房了！张俊也太神了，不愧是张老把头的孙子呀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昨晚明明筛过一遍，怎么可能有10年的老参？刘老鬼，你这可不地道了，赌之前就筛过一遍。运气啊，这运气啊！哎呀妈呀，刘老鬼，你这事儿干的可真埋汰！认赌服输，从今天起，老瓜岭那块地可就是我的了。我不服！这小子肯定耍了什么猫腻！你想反悔？不是。刘老鬼，盲参交易，愿赌服输，你要是不认账，以后就别来这绅士混了。咦，丢人现眼，滚出去！小瘪犊子，你给我等着！随时奉陪。好小子，你还真有一套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二把手，还有老瓜岭的地归你管了。陈哥，咱们终于熬出头了。有了老瓜岭这块宝地，再加上我的透视眼，发身王发大财指日可待。刘老鬼，看我今后怎么收拾你！这申地的合同一时半会儿不好找。王管事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刘老鬼，你是自己把申地合同交出来，还是想跟我去后屋单独聊聊？我给。你出去守着，我跟这位张把头有事要聊。抽屉里藏着个小匣子，里面好像是账本。好家伙，谢老大怎么把账本放在这里啊？这大嫂怎么还偷偷把账本放包里了？你这小子眼光很毒辣，屋里的猫腻，刚才你应该都看清楚了吧？什么猫腻啊？啥也没瞅见啊！臭小子，你要不要跟着我干？我1个月给你开50块钱，还管吃管住。50块，这可是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啊！但这娘们儿太精明，我的透视眼不能暴露，而且谢老歪那滩浑水太深，我得单干。那个大嫂，那我帮你呢，不是为了钱，我呢想自己带队放山抬参。自己带队？那你给我讲讲你的门道。好男儿啊，就得自己闯出一番天地。我想承包老瓜岭那块山地，然后呢，再雇几个信得过的人，自己当把头。这小子想单干，我得想点法子把他留在身边。你跟着我，我保证，你不仅有钱赚，往后这绅士的路子我都给你铺平了。以后你跟着我，吃香的喝辣的。这娘们是真敢撩啊！张俊，你可得挺住，不能栽在这儿。大嫂，你说我要是把你刚才把小本子放包里这个事儿告诉大哥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不会。你凭什么那么肯定？凭什么那么肯定？你手臂上的回字纹身是显族挖参人才有的讲究，连黑窝棚的管事儿的都不听你的话，说明谢老歪啊根本没把你当自己人儿，连刘老鬼都敢跟你叫板，说明你在这参庄啊根本没有实权，你急需一个信得过的人跟你搭伙。这个谢老歪呢，表面上让你管着参队，但实际上呢，却处处都在提防着你。你心里啊，指定藏着事儿呢。是，谢老歪，他杀了我全家。啊？是怎么回事？我确实是显族人，之前我们家在长白山放山，后来去关内做生活生意。他们为了让我跟谢老歪搭线，就让他娶了我。后来我爹发现谢老歪私吞了我们家一大笔赡款，去县里告状，
可是后来，他就放了一把火，烧了我全家。刚刚我拿的那账本，就是其中的一本，可惜，里面记录的都是那些申兑的普通支出，还有一些普通的申款，根本没有他的暗账。其实我跟谢老歪没有真正的感情，他只不过把我当摆设，心情不好了就对我打骂。还有这个疤，就是他用烟袋锅烫的。但是为了我的家人，我什么都愿意承受。我信你，真的。但是呢，报仇不能硬拼。我留在申庄，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谢老歪盯着，什么也干不了。所以，我才想承包那块申地。这样的话，凭我的本事，用不了半年就能攒下一股实力。到时候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就有机会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，你是怎么发现我在调查谢老歪的？我诈你的呀！你个小兔崽子！这小子又精炼有本事，或许他真的能帮我报仇雪恨。那我信你。那个老瓜岭申地的合同，我帮你搞定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直接给你钱，承包申地雇人，谢老歪指定会起疑心。我们要自己挣够本钱。这条野参交易街能淘到不少好货。那你就不怕我看走眼，逃着假参？我看中的人从来不会看走眼，你指定行。哟，娟嫂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小铺？随便看，刚从长白山老林子里收来的参，价钱绝对公道。这路头挺好，我瞅着不错。我哪懂这个呀？全靠我的透视眼撑着。哎，老板，你把那边那一堆，东边第3排那3坨，都拿来，给我清了。好嘞。我的娘嘞！3批叶，8年份之上，大涨啊！好家伙，4批叶，10年份的老野参，这可是大硬货。又涨了，又涨了！我的天爷呀，这是5匹叶的，起码15年往上了，纯野生的。妈呀，老板，这得发大财了！你都捡着好的挑啊！我不挑好的，我难道我还挑那些瘪的呀？哎呀，你不懂这的规矩。这条野参交易街都是各个店老板的地盘，你全捡的好的，你让他们日后怎么做生意？这不就是公平买卖吗？咱们别在这儿了，赶紧换家铺子，别在这搅和了。林老板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呸！俩外地来的瘪犊子，真不懂规矩。这笔账我林老川可记下了。
哎呀，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，歇会儿，让我喘口气儿。那个，我去上个厕所啊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去吧。这小瘪犊子，还真有点本事。你他妈差点吓死我！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你吩咐我打听的谢老歪地窖黑账的事儿，我都摸清楚了，就在后巷那棵老榆树底下，就是地窖入口。不过这夜里头有个老头守着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可不是普通的账本。你这样，你想办法摸进去，把账本啊偷出来。你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啊！你这要是让人发现了，咱哥俩就只能亡命天涯了。这是给你的定金，事成了之后再给你加2倍，够给你老娘抓药了。行，哥，这事儿我指定给你办妥。八爷，就是这个娘们儿带着个小子，把我们铺子的好参全弄走，这明摆着是砸您场子呀！啊，怎么是他？你认识？谢老歪的女人，钱儿哥，我就是栽在他和那个臭小子手里，输了身田，这才来投奔八爷您的。怎么，之前是瞧不上老子了？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八爷，您瞧我这张臭嘴，您可是长白山绅士的顶梁柱啊！我巴结您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瞧不上呢？谢老歪仗着手里有身田，天天压我的身价，现在竟然还敢让自己人到我的地盘上捣乱！走，跟老子去会会他们。走，再换几家商铺，再淘腾点好东西去。刚刚去哪儿了？磨磨蹭蹭的。给你捡的，挂着玩。啊，还挺喜庆嘛。二位又见面了。刘老鬼，怎么的？钱儿个还没输够，今天又带人来，回来找场子了？哼，钱儿哥让你们走了狗屎运，今天敢砸八爷的场子，坏了规矩，还想抹屁股走人，门都没有！我在绅士光明正大的逃身，给足了价钱，卖家也愿意卖，怎么就成了砸场子的呢？小子，绅士老祖宗传下来的留货规矩你懂不懂？3分好货得留给后来人。你这好参通吃，那就是断人财路。这条街的参铺都靠着好货撑门面，你这倒好，一家店铺就淘走人家3只硬货。这以后人家还做个屁生意？绅士交易比拼的是眼光，我凭本事淘到的好参，怎么就不合规矩了？再说了，我就淘了3只参啊，这条街几十家参铺啊，就没有别的好参了。八爷，你说这话可就肤浅了，淘参哪有留货的道理啊？对不对啊？再说了，那谁家淘货之前知道哪个是硬通货？难不成有那透视眼？少跟老子废话，这规矩就是老祖宗定下的。今儿个你要么把参留下，麻溜滚蛋，要么就跟老子痛快赌一场。要是输了，不光参得留下，你人还得给我滚出参市，从此以后不能再踏入这条街半步。哼，我来跟他赌。今天我押上这条街上所有商铺，我要是赢了，钱儿哥输给你的参地得全部还给我，并且当众给我磕3个响头。就你那巴掌大的几个店面，狗都嫌弃，也好意思拿出来当赌注啊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这参没了可以再淘，但是咱们别跟他们硬碰硬。好，赌就赌。喂，你这小瘪犊子！规矩啊，很简单，清你验完，抠出参本，谁的参价值高，谁就赢。八爷，您看好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把输的都拿回来。别给老子丢人！我要这块，我选这个。
3匹叶，5年份，价值50块。涨了，涨了！4匹叶，8年份，野参值100块。好家伙，这可是硬货呀！别得意啊，还有2轮。这次我选，这次我先，我选这款。哎，老瘪犊子，刚还一口一个规矩，这会儿脸都不要了？什么叫规矩啊？这是我们同时看见的，大爷，你说咋办？既然是同时选的，就竞价呗，价高者得。行，你先，你先。30、50、80、100，给你了。啊！瘪芦参撑死10块钱。100块买了个瘪芦参，纯冤大头。你到底会不会想神？还有一次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。正儿八经3花，值60块。虽然不如上一颗，但没亏，这眼光可以的。开始第3轮。还敢跟我玩这套，整死你老瘪犊子！我选，我选这款。行吧，那我选这个。不对，我选错了，我选这个。我又差点被这小子给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准换！硬通货，珍珠青桔，起码10年份，5匹叶老参，值250块。赢了！完犊子，这小子算是悬了呀！急什么？我们的还没验呢。我已经开出5匹叶子了，你还能开出6匹叶不成？我就不信你们每次都走狗屎运。不好意思了，我的眼睛就是尺，向参从没打过眼。你这小瘪犊子大言不惭！我在参市混了20年，还没见过谁敢说这样的话。老参王都没你这么狂。好，那试过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啥邪乎的，麻溜给我验。磨磨唧唧干啥？赶紧亮出来！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嘞！这参血红的，咋没见过呀？磨磨唧唧干啥？装神弄鬼！待着别动它，这可是血参，碰坏了要天打5雷轰呢。好家伙，这还是3节炉呀！那尖纹密的邪乎，珍珠点都透着血色。这是20年的野山参变种，血皮参王啊！山参馈赠啊！这得值多少钱啊？今儿个出的所有人参加1块墩也没它值钱。不对，这参这个头怎么可能是20年？你彪啊！人参应该长在阴坡红土里头，15年以上才会变红。像这种血红，起码20年起。不可能，这咋可能？一定是你们串通好了害我。这参
一定是染色的。哼，这可是周八的地盘，要动手也是你们动手。怎么，不会是输不起，又想找辙忽悠过去吧？来吧，申铺合同拿出来吧。你他妈那个团儿，老子给你们拼了！来着！这咋回事？绅士管理所的人，这些人平时不见踪影，今儿个咋来了？我早就让大力去打点了。以为打点几个钱就有用？我每年给管理所交30%利润，哼，他们是我这头的。哦。啥玩意儿乱哄哄的？咋回事啊？李主任，我们在这儿正常赌身，可是他们输不起，不叫我们走。李主任，别听他瞎说，这群人坏绅士规矩，我在帮您维持秩序。维持秩序。绅士管理啥时候轮到你周八管了？要不这主任你来当？李主任，是周八想耍赖，抢别人身。哎，刘老鬼还抢人家选好的身，真埋汰。周八，你平时在绅士占道经营，压价齐升，我没计较，现在还敢当众闹事，真以为我治不了你吗？李主任，我每年可没少孝敬您呢。你少废话，绅士规矩，愿赌服输。今儿这事要是传出去，绅士名声都被你败光了，赶紧道歉。娟嫂，张兄，对不住，是我周八输不起，对不住了。光赔罪还不够，把身份合同交出来。拿去。早拿出来不就得了？哎呦，完了，刘老鬼这下兜比脸还干净了。李主任，赔罪就算了，咱们按正常规矩来。以后谁再敢闹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李主任，今天呢，多亏您给解围。之前答应您的东西，给您带来了。小张，客气了，还想办啥事儿？你就说吧。那个，我呢想在咱们绅士办个绅队执照，自己带队放山挖参，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关照我。办执照倒是不难，就是这长白山绅士鱼龙混杂，你个年轻人没点靠山，很难立足啊。我在跟娟儿嫂合作，她有人脉，我呢懂挖参变参，我俩一起应该能行。红娟那丫头确实有本事，就是谢老歪那老狐狸，你可得防着点。行，这执照我给你办啊。不过这以后的利润一成。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敢随便动你啊。都办妥了，一成利润，李主任以后会罩着咱。这老狐狸倒是会趁机捞好处，不过可惜了那根极品血参了。有他这个大人物护着咱们，谢老歪暂时应该不敢轻举妄动。接下来再咋弄？先去老寡岭看看地。急啥？3天后有个参王拍卖会，到时候有大货，咱俩去淘点好参货，多攒点本钱以后，
再弄深度也不迟。我没邀请函啊。这不是有我呢吗？不过谢老歪八成也会去，你记得别暴露咱们的身份就行。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请的变身师傅。没问题啊。你这邀请函是临时的，没钢印不能进啊。不是啊，我这个是娟儿姐给我的，她让我来的。扯，娟儿姐是谢老板的人，你个生瓜蛋子别在这忽悠人。你别动手动脚的啊。哟，这不是张把头吗？咋混不进去了？嘿嘿。呀，这不是周八吗？手下败将还有脸来拍卖会啊？你找死！咋回事？谢老板，这小子想拿临时邀请函混进去。谢哥，这就是我专程请来帮我相身的。别看他年纪小，他很厉害的，前几天帮我逃不少好身。这不，最近假身猖獗，拍卖会就想让他帮我长长眼。啊，你就是淘到极品血参那个？哈，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谢老板，久仰大名。让他进去吧。哎，哼，有你哭的时候。你懂变身，一会儿看上哪颗参，跟我说，我帮带。多谢谢老板。谢哥，张俊眼光毒，您就瞧好。咋的？我变身几十年，还不如这小犊子？各位老板，参王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第一颗参，来自长白山北坡，保底三花野参，起拍价30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块。35块，40块，50块，55块，55块一次，55块2次，成交！恭喜周老板。有请第二颗参，同样长白山北坡，保底1巴掌，4皮叶野参，起拍价60块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块。假的。 100一次，100块2次，成交。周老板，这钱花的值啊！这么大个儿，起码能卖150。又没斑，头还那么大，也不知道周老板这些年在绅士上怎么混的。原身，行啊，小崽子，眼光毒啊！呸！下面第3颗参。 这泥身炉头粗壮，须子银白，还带红紫，一看就是好货，好货！诸位老板，这可是本次拍卖会压轴之一，5匹叶参王坯子，起拍价200块，每次加价不少于20。参王，这颗参咋样啊？稳赚不赔。 220块，250块，300块，350块，400块，450块。
谢哥，别跟那头犟驴杠，不知道。这瘪犊子，看我回头咋收拾他！450块一次，450块2次，450块3次。恭喜周老板！谢老板，你是抢不过我的。品相一般，根本算不得身亡，转手上千，撑死了。下面有请第4颗人参。这颗参来自老关岭深处，卖主要求直接盲拍，起拍价100块大洋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块。哇，就是6品叶野参。谢老板，这颗人参呢，保底5000块。5000？什么玩意儿就值5000？极品血参，你这小子可别玩我啊！比血参还稀罕。115， 135， 152， 180块，200， 500块，哼，800，外加我西街1间店铺，咋的也值500，拢共1300块。谢老歪，今天我跟你扯磕到底。为了一颗盲参，压了一个店铺。周八这是要孤注一掷了呀！哎呀，谢哥，咋的了？我刚想起来，我给山外药材商发了3车货，尾款得半个月后才到账，山庄现金全压在新货上了，我身上就剩1000了。嘿嘿，谢老歪，怎么不加价呀？是不是没钱了呀？嘿嘿，没拿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。谢哥，没事儿，我有200块。我也有100块。1400块。我再加一间店铺，1800块。2间店铺，这盲参就算是无皮叶，也不止2间店铺啊！周八彻底疯了。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宝贝被周八抢走？主持人，你们收参吗？咱就是卖人参的，你小子别开玩笑。双生参，少见还是罕见的连体子参，还是10年的老野参。你就说值不值500块？这种双生参，据说摆在家里，老婆就能生双胎。我出800。哎，就顶500，恕不退还。谢老板出价1900块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主？你们，周老板，你还要加价吗？我再把我家房子压上！你瘪犊子疯了吧？周八，你个老瘪犊子，压上2个店铺不说，你居然想把房子也压上！今天晚上你就滚去柴房，不许进我屋！不敢呐，老婆。1900块1次，1900块2次。恭喜谢老板！谢老歪，你完犊子了！就这破玩意儿，炉头那么短，能值2间店铺。我把我脑袋拧下来，给你当夜壶。嘿嘿，清，当场清！给我清！这参看着确实有点普通，谢老板，你不会被人给忽悠了吧？
谢老板这1900块钱花的悬了，赌这种盲参风险太大了。呸！2间铺子就拍个这么破玩意儿，我看你是纯吃饱了撑的。得亏是我来了，不然你得亏得姥姥家门都找不着。哎，磨磨蹭蹭干啥呢？是不是颗烂参不好挑啊？1900块就换颗烂萝卜，谢老板，你这生意做的可是真精明呀！不对啊，还没入冬呢，我怎么感觉屋里冷飕飕的？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大晌午头的，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是啊，张俊，你确定这参没问题吗？感觉这颜色好像有点不对。五节炉啊，30年以上的老野参才长得出5节炉吧？这难道是真6品？这么多年，头一次见到这5节炉啊！我来看看。哎呦，好参。银须泛红。妈呀，你看那须子色，跟人皮似的。你看那儿，那像不像姑娘的大腿？雪白雪白的，还带霜呢，银子溜的，我去！6品叶，太罕见了，这不比刚才的双生参还罕见呀！谢老板这回赚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6叶雪参啊！嘿嘿，雪参？你是说冰雪线上长的雪参？这谁能采得下来？糊弄鬼呢这是！比雪参还稀罕10倍。上一次出雪参还是上供给太后老佛爷的。6品雪参王，谢老板，可还满意？大兄弟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啊！我谢老歪谁都不服，从今以后我就服你。这人参我分你30%的利润。那就谢谢谢老板。客气啥呀？败家老娘们儿，你还我雪参王！你野犊子玩意儿，反了你了！张哥，我去瞅瞅啊。张哥，黑账本到手了。行啊，你小子。可惜了，这是个残本，就接了他一部分身款的去处，压根儿就没有他走私还有害命的实锤证据。就凭这个想扳倒他，那还是有点难。哎，秋林洋行，这可不就是老毛子开的商行吗？专门收咱这旮瘩的山货药材。我的妈呀，竟然是他！原来铁山那个造假参的窝点老板，竟然是谢老歪。他把那些假参可劲儿高价卖给老毛子，还假模假式的查造假参的窝点。闹了半天是在试探我呀，还好我之前什么也不知道，没露出来上马脚。既然他们愿意演，那咱就陪他好好唱一出大戏呗。你这话啥意思？行了，那个周八呀，之前可让咱俩坑得老惨了吧？正憋着火没地儿撒呢，啊！现在那刘老鬼又投靠他了，这俩人搁一块儿啊，指定是没好屁。咱就想办法呀，把这消息透露给周八和秋林洋行。
借刀杀人，让他们狗咬狗呗。嗨，周八、谢老歪、老毛子，嘿，这仨人啊，就没个好玩楞。咱呢，就看他们干起来，到时候好趁着这功夫呀，好好经营老寡岭那片深地。到时候咱又有钱又有人，还怕干不了他们吗？张哥，嫂子，不好了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那地上的参苗全都黄了。别着急，咱一起去瞅瞅。这土味不对啊，难道是染病了？那可不是病，是缺水呀。这几年大旱，山上那水渠一滴水都淌不下来了。山下的周八把着山下唯一的水渠呢，我合计你俩指定是得罪这位爷了，这指定是故意给咱断水呢。再加上这几年附近的老井都干巴了，再不来水，这片参苗不出1个礼拜全得旱死喽。多好的苗啊，可惜了。周八这王八犊子，赌桌上输不起，就整这些下三滥的损招。不行，我就带人下山跟他们抢水去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是下策。要是真闹起来，咱有理也变成没理了。那可咋整啊？这老瓜林就这一条水道啊，这可没招啊！哎呦喂，这不是张老板和赵老板吗？咋的，参苗都打烊了？我可提醒你们，这老瓜岭这片深田还欠着我们8亿的水钱呢，不交钱就别想用这水。要多少？5000，一分都不能少。5000？你还真敢开口？行，我给。等会儿，我去啊，这地底下咋还有个泉眼呢？等会儿，王大爷，我问你啊，那片洼地过去是不是出过山泉？那可不咋的，之前呢是有个泉眼儿，不过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早都干巴了。不对，它不是没了，是改道了，跑地底下了。你们啊，就照我标记的这个地方挖，最多3尺深，必有水。哎呀，可拉倒吧，别痴心妄想了！旱了多少年的地儿，你划拉2笔就能出水？你以为你是罗王爷下凡呢？张俊，你确定吗？嫂子，这事儿你信我就完事儿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快拿镐头来挖！这要是能挖出水来，老子给你磕仨响头！水出水了，是泉眼，真的挖出泉眼了。老瘪犊子，磕头。张老板，走。张老板，我们秋林洋行信不过刘老鬼那样的奸商，但你在赌神大会上的本事我们看见了。现在你又找到了山泉作为水源，所以我们相信你老瓜岭的药材品质更高。这是5年的供货合同，还有定金3万块钱，我们签了它。啊。张老板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张哥，啊，城里传来消息，周八去举报谢老歪造假参，结果咋的了？谢老歪死咬着不承认，周八又拿不出啥关键证据，
申氏的那个李主任就会和稀泥，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。哎呦喂，那周八呀，他真是蠢得冒烟了，那脑子还赶不上那老毛子好使呢。就这么一闹，那不是打草惊蛇吗？谢老歪指定把他那个假身都给窝藏好了。大力，来，你啊，去城里多买点新农工具，咱要最新的，顺便呢再拉条横幅啊。好嘞。张哥，他们这是干嘛呢？这个呀，是我新设计的自动灌溉系统，平时的时候可以方便灌溉，关键时候还能灭火呢。哎呀妈呀，哥，你咋这么聪明呢？嗨，娟嫂，歪哥有令。说，歪哥得到消息，阎王岭那边出了颗千年神房，让你立刻带人去收回来。那我立马带英子他们出发。等会儿，这事儿咋感觉不对劲儿呢？哎，你瞅瞅，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地图，就阎王岭这旮瘩啊，压根儿就不可能出啥千年神王，最多也就是有些几十年的林下参。这明显是谢老歪设的套啊！黑账本那事儿，他指定是怀疑到你了，他们哪是让你去收身呢？这就是纯把你骗过去兴师问罪呀！那我得去啊！我要是不去，他不是更得怀疑我了？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那可不行，老瓜岭刚走上正轨，你必须得在这儿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我都说了要护着你，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娟嫂。干！哎，我给你倒。感谢你啊！再来一杯。下不去了都。喝了好睡觉。来。来。来。喝。这也太倒霉了，都快到阎王顶了，结果赶上这么大的暴雨。还好你爷那张熊皮地图上标了这山洞的地址，咱们说不定都冻死在外头了。我爷爷这上面还标记了人参呢，要是运气好呢，说不定能碰上不错的移参呢。在山洞里种人参，可是人参它不是喜阳吗？这里面一点阳光都没有，它也长不大。那品质指定好不了。你说你爷爷到底是为了啥？行了，这样熊瞎子、野狼啥的就进不来了，咱俩也能安全过夜了。穿着吧。哎，找着了。50年份的移参啊，这指定是我爷种的。可是这个头也太小了，虽说有50年份了，可这品相看着不咋地啊。你说你爷这是图啥？这是100年的肉灵芝。哦，我整明白了，我爷爷标记这人参呢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标人参，而是为了更值钱的山珍标记呢。那
咱们这是发财了？行啊，咱这场雨没白挨。大奎他们人多枪也多，咱要是硬往外冲，出去呢，就纯粹是找死。先耗着，咱别乱动。没事儿，咱们先等着吧。要是他们找不着我们，兴许就出去了。快饿死了。来，不行，这不能吃，这太珍贵了。吃吧，嫂子，命比钱重要啊！吃吧。还挺好吃的，像吃肉片似的。嫂子，是时候了，我有个招儿。弟兄们，这阎王岭的千年参王我找着了，可这山洞里头呢，有条老猛的机关蛇守着呢。我跟你娟儿嫂出不去，谁要是能搭把手，这参王挖出来，可有你一份儿。参王，这下发财了！奎哥，还等什么？赶紧上吧！别动！枪放下吧。郑军，郑军，郑军，你撑住！郑军，大嫂，我怕是不行了。我呀，这辈子没啥念想，我就一个心愿，要是能娶你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嫁给你，你别死。哎，你说的啊，你可别反悔。你个小瘪犊子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自己给你打个洞。不是大嫂，你别这样啊！你让我看看你伤哪儿了？哎呀，哎！哎呦哇，没想到啊，这个熊皮图不光能标记身，还能挡子弹呢。哎，还这里面怎么有个夹层呢？哎呀！这不是替身泥的签子吗？还这咋长得这么奇怪呢？背叛歪野，还想杀我？我留你有何用？别杀我，娟嫂，我知道谢老歪新的造假山的地儿，就在鹰嘴崖那旮瘩。他最近还要给老外出货呢。你现在那谢老歪也不能要你了，你不如跟我们一伙儿，对吧？你要不跟我们一伙儿啊，到时候谢老歪啊，不定怎么收拾你呢。我妹妹被谢老歪扣在鹰嘴崖当人质呢，只要你们能把我妹妹救出来，我大奎这条命以后就是你们的了。行，
我答应你啊，光嘴上说可不行，没凭没据的我们也不能信。你给我写个保证书。好。你那哎，咋还有人出门带印泥呢？现在啊，咱是内应外援都齐了，是时候打一打鹰嘴牙的主意了。走。哥，嫂子，出大事了！我娘被谢老歪给绑了。这动手挺麻利啊，他是想先下手为强呢。看来已经到这份上了，必须得动手了。围剿鹰嘴牙，马上得干。要干就得干成，一击必杀。咱们得把能拉拢的力量都拉拢过来。哎，嫂子，你去联系那些相熟的险族深农和猎户啊，他们对山林熟。大力，你拿着大奎写的口供去找伊万，告诉伊万，谢老歪要整假身坑丘陵洋行，让他出面。我去找李主任。行。李主任，谢老歪造假身的窝点我找着了，证据那是杠杠硬。我需要您呢派治安队，跟我们呢一块儿去围剿。小张啊，这事儿啊，可不能瞎咧咧。没个实锤证据，我咋派兵啊？影响多不好啊！啊？喂？啊？叶万先生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误会都是误会啊！伊万先生可说了啊，您要是再和稀泥，他就拿着谢老歪啊贿赂你的证据啊，去大使馆告你。就说您呢官商勾结啊，坑害外国商会，到时候丢了乌纱帽是小事儿啊，说不定啊还得蹲几年大狱吧。犯了天了！我现在马上去调集治安大队，去围剿鹰嘴牙。哎。这是谢老歪派人送来的信。他让咱们明天呢拿身王和嫂子去鹰嘴牙换大力他妈。指定是刘老鬼那个把咱给出卖了，他就一门心思惦记你那张熊皮地图和身王呢。嗨，那都不叫事儿。大力，去给我整根大萝卜来。好嘞。来，穿上。哥，这不是嫂子的衣服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，让你穿你就穿。你这身形跟你嫂子也差不太多，戴个帽子，天一黑，你指定能糊弄过去。这差不少呢。身形没差太多。
走北门。站住！干啥的？受谢老板之约，送点东西啊。啊，娟嫂，咋好像撞死了？滚犊子！再看把你眼珠子挖了！嫂子请进。就在2楼啊！你俩趁着没人，赶紧去救人，然后找个安全地方猫起来，等待救援。行。走。哎，这炉头，这纹路，少说500年。不止，你看这须子，灵气逼人，怕是上千年了。好兄弟，既然你能把传家宝交到我手上，我老谢自然也不会亏待你。想溜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这个身王呢，是挺稀罕的，但要是跟我爷爷的这个熊皮图比，那可是差远了。你看这图。这上面标记的点可都是身王，那是身王骨。这叫什么呢？叫3星定位，龙脉寻踪。哎呦喂，这是图纸，老把头们在地图上定位的图纸。原来身王谷在这里啊！老大不好了，好像有2路人马从南边和西边攻上来了。对不住了，谢老狗，拿命来！你的死期到了。你们还嫩了点儿。拿命来！你，娟嫂，地图和身王都是我的，我还是赢了。哼！别动，这是我不蛇。救了我多少次了？要是这次我还能从鬼门关里爬出来的话，我就嫁给你。红军儿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嫂子，谢老歪那老小子被抓了，人赃并获，造假身扰乱市场，够他在里头喝一壶的了，没个5、6年出不来。他害我家人的证据，他和那些官商勾结的黑账还没找到，不然非得给他整个死刑不可。张哥，嫂子，不好了，谢老歪越狱了！什么？谢老歪这家伙上面指定有人，不然咋说跑就跑了？这指定是里应外合呀。没想到啊，这条假身的链子比咱们想象的扎得深得多。不急，
等伤养好了再来收拾他们。现在啊，抓紧搞参赚钱才是正路。这老瓜岭啊，整个都是咱的地盘，有大力大奎看着，明面上呢还有李主任和老毛子商会给咱们撑着。在这个身世啊，咱们也能跟周八掰掰手腕了。等我伤好了啊，我再去谢老歪的老窝，我再去看看，我就不信我找不着他害你家人的证据。你放心，你的冤屈我肯定帮你伸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了，我就明媒正娶，光明正大把你娶进门。你个小瘪犊子，想得到美，谁要嫁给你？你花钱收这些玩意儿干啥？张俊，你可不能学习老歪，搞这种歪门邪道啊！这些呢，虽然都是拼接参，但都是真参。我呢，把它们深加工一下，也是一笔不小的价值。你看这个是参粉，可以泡水；这个是参片，可以泡茶，可以炖汤。咱们老瓜岭上那些品相不好的参啊，都可以这么处理啊。把这些给1万代销，物美价廉，那老毛子肯定喜欢。你这脑瓜子怎么长的？这么聪明？我爷说了，这世上啊，就不存在没用的东西。我爷还说了，说咱这老瓜岭这个参王呢，只有我跟我媳妇儿才能一块儿抬出来。你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挖参王？不想。又生气了。啊！你嫂子这又咋的了？我又没得罪她。哥，嫂子她指定是误会了，以为你就是为了抬那个僧王才想跟他结婚呢。哎呀，那哪能呢？这老娘们的心思也太的复杂了。领导，你看，这就是老瓜岭参庄。我可听说他们这卖的参那都是假参，都是拼接参以次充好，而且谢老歪的假参也都被他收去了，指不定坑了多少人呢。刘老鬼，你放屁！谢老歪那些拼接参，我们都重新拆开做参加工了。假参，他再怎么加工也是假参。你空口白牙的，有证据吗？哼，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我昨天从他家买的参。你们看，拼接参头当野山参卖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呸！这张俊小子看着浓眉大眼的，难道也学坏了？各位长眼了啊！这颗参虽说是拼接的，但主干上留有黄土残留，而我们老瓜岭是红壤，出来的参呢，根丝上都带红丝纹理。你这假参啊，连土都对不上号，你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老瓜岭的参。这个是我们老瓜岭的土壤化验证明。刘老鬼，你敢不敢让我们把你这个参拿去化验，瞅瞅上面的土到底对不对得上号？谁知道你们会不会造假？我才不信你们！精彩！呵呵，精彩！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破解了难题。鄙人王德发是省城的药商，听闻老瓜岭参庄大名，特来考察，打算和你们签订一份长期供货合同。王老板，您来不光是买参吧？您腰间的手枪型号可只有军队才会配置啊！张小兄弟的观察力果然敏锐，以后我们指定会有不少合作机会的。小心谢老歪背后之人。这犊子一天天吃饱了撑的，就知道霍霍咱们。削他！
我早就想这么干了。别！这个王德发呀，身份可不一般，一看就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不过这看着吧，倒也不像敌人。但这谢老歪啊，他能从牢里面出来，这背后啊，肯定是有大人物的，咱可得防着他杀个回马枪。那咋办？咋办呢？你呀，再去召集险族的那些猎户，咱在老瓜岭周围再多挖点陷阱啊！对，再整几个避难用的地下室，以防万一。你干啥？现在这情况多紧急呢！我怕谢老歪那条疯狗派人来害你，我得保护你啊！滚！谁要你保护？那可不行，那你是我未来媳妇儿，我必须得保证你的安全。你要是不让我进来，我就搁这儿睡了。张哥，嫂子，不好了！西边昨天新挖的陷阱，不知道被谁破坏了。老瓜岭有内鬼。走。内鬼是李四，我瞅见他身上藏着金条呢。这个吃里扒外的玩意儿，先别炸我啊！咱先将计就计，来个引蛇出洞。嫂子，今儿晚啊，咱就去找谢老歪，咱就去他那个老据点啊，把他那个黑账本啊给翻出来，让他这回啊把牢底坐穿。大奎啊，家里边就拜托你看着了啊。有事儿你们回来再说，我送你们。啊。都快点！谢老歪的人指定都拿着枪，保命要紧，都藏好了。不是让你们放火吗？火呢？咋不见了？老大点了呀，可他们深田里有水管子，火刚点着了就被水浇灭了。歪爷，他们深田里安了那种灭火的管子，平常能浇水，关键时候就能灭火。去你的！哎呀！哎呀！老大快跑，咱们被算计了，他们这儿到处都是陷阱。哎呀！妹妹，张俊，给老子出来！给我出来！那黑衣人我认得，是莽子，省城马五爷手下最狠的杀手。马五爷，原来谢老歪背后的人是省城手眼通天的马五爷。哎，张俊呐，咱可得联手了。谢老歪傍上省城的马五爷了，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，到时候整个绅士都得被他给吞了。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什么好心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马五爷要是占了绅士，到时候我周八第一个玩完。要不咱就联手，我帮你们找谢老歪的藏身处，你们帮我对付马五爷那股势力。行，这办法能行。不过你得拿出点诚意来吧。马五爷在城西有个仓库，我手下都盯了好几天了，他指定就在那儿藏着呢。
里边有埋伏。族长，带人在周围设伏，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。周八，便宜可不能白占啊！里边的货我分你30%，但是，我那些深加工的产品得在你店铺销售。我得担风险呐。你要是不干，我现在就走啊！你呀，就自己去跟马五爷玩蛋去吧。行，我干。万哥，你走，我断后。30%，你的了。嫂子，咋的？我稀罕你。张老板，这周老板铺子里的人参粉和人参片卖疯了，我也要订货。来，这是2万定金。哎呀妈，你听见没？大老板一次就给2万定金。都亏了张哥有办法。张俊，你得帮我报仇。我帮你卖参粉卖得太好，马五爷震怒，派莽子烧了我2间参铺。马五爷这纯粹是杀鸡给猴看呢，他这是要断了咱们大家伙的活路啊！张俊，你得给个准话，这事到底咋整？这马五爷太坏了，这不光是你们的事儿，也是我们商会的事儿。我这就去找李主任，让他们加派治安队人手，加强整个绅士的安保。行，1万大哥啊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各位都听好了啊，这个马五爷啊，越这么整，就说明他越怕咱们。从今儿起啊，咱们所有人轮流值夜，谁敢到老瓜岭来撒野，我们呢就要他有来无回。有来无回，有来无回。照顾好申农，我去追他。哼，你的追踪能力不像个放山的，你受过专业训练，是个难得的对手。哼，惹我可以，惹我嫂子，下场只有一个，死。狂妄！我说过，今天你必死。你能看见未来？张俊小子，马五爷派人送来的，说是要在申市举办参王争霸赛，指名道姓要请咱老瓜岭参庄去参赛。这马五爷啊，可算是放大招了，这整个就是鸿门宴呐。那咱就别去，守着老瓜岭，咱悄悄挣钱，不比去冒那险强。为了你的家人，这个鸿门宴我必须得去。我要当着全绅士人的面儿，把他马五爷踩脚底下。行，那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陪你去。大力，
你去通知1万商会还有李主任，让他们都准备好，告诉那些参农还有猎户们，让他们把老家可给看好喽。嫂子，你陪我进山，咱去挖一株真真正正的参王，给马五爷送份大礼。老瓜岭种的可都是移栽的原参呢，哪来的参王啊？谁说的？难道真正的参王就在老瓜岭的深处？这参王到底搁哪儿呢？还不能完全整明白。我得先把他周围那些卫参都给挖出来，才能找到他到底藏在哪疙瘩。不过我寻思着，看这颗卫参的成色，指定差不了。对付那个破参王大赛，指定够用了。您太爷爷可太牛了，但这石参的人数可得是单数，我们俩去石参有点犯忌讳吧？这就不知道了吧？咱们俩在我们老张家，这叫阴阳合德，天地归一。不仅山神爷还不会怪罪，反倒还得给咱俩指路呢。呸！谁跟你阴阳合德？你那晚在仓库里可是霸道的很，可不能提起裤子不认账啊！有动静。是狼群？难道是守护参王的山神爷显灵？我瞅着呀，这狼群不是守护参王的，是守护咱俩的。你就会吹。这狼群咋回事？怎么都跑了？秘密武器呀！这个是我老张家祖传的诱狼粉。我刚才就发现有人跟踪，估计啊是周八派来截胡的，所以我就在沿途的叶子上头撒了这些。这东西它无色无味儿，人闻了没啥，但是要是狼闻，那是比肉骨头还香嘞。妈呀，没想到你这小子蔫坏蔫坏的，我以后可得防着你点。咋这么多呢？又咋的了？一惊一乍的。这熊皮上标记的参点，不是一颗参，是一片参窝呀。你说啥？多少？足足7颗呀！拉倒吧你，就这么一瞅就知道参在哪儿，还知道有几颗。你要是知道，那你有透视眼？啊，我真有透视眼。你要是有透视眼，那我就给你生10个娃。你说话算话啊，不许反悔。嗯。人参无匹叶。哎呀妈呀，还真是，还是林下参，这怎么说也值200-300块钱了。那其他7颗，那可值不少钱呢。哎呀妈，这小子不能真有透视吧？那个，咱少生点行不？哎呀妈呀，我这老婆咋这么可爱呢？不对劲儿，这还是铺地参，这附近指定还有硬货。啥是铺地参？就是引路的参。这颗参都是我爷爷当年特意移栽的，虽然年份不大，这些参分布啊极其讲究，像天上的北斗七星，
这就叫七星银宝局。哦，拿五匹叶当做记号，也就你爷爷这种老把头能干出来。可这7颗乱糟糟的，到底指向哪儿啊？我还得再瞅瞅。这颗参的根须咋好像连着啥东西啊？哦，我知道大概方向了。超大人参。又咋回事？不是的，我竟然错了。这些小参不是我爷爷移栽的。你看看你，搞错了吧？一惊一乍的。不对啊，那这些扎堆的参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些都是他生的崽子。嗯。哎呀妈呀，大人参，这是参王母，这么大个，起码110来年了吧？这7颗小参都是他下的崽儿。一颗12年，一共7颗，差不多吧。妈呀，我祖爷爷估计都没见过这种宝贝，真是山神爷积德，祖上显灵啊！先祭拜。这颗参呢，护着周围这几个参崽，是这座山的神，是这座山头的参头子。挖的时候得留籽儿留苗，不然会触怒山神爷。白山的规矩绝对不能破。走。咱俩一起透。有了这颗百年山母，不光能赢了马五爷，咱们还能换好几间瓦房。以后咱老瓜岭的参田有他的子育苗，就都能出好参。这刘老鬼真是阴魂不散，哪儿都有他。哎呀，看来今天失算了呀！会场里面都是他的人。一会儿啊，你先溜，我断后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一起走目标太大。再说了，你爷们儿有透视眼，你还怕啥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哎，我的朋友，听说你要参加参王大会，我特地带人过来跟你撑场子的。这下有转机了。老毛子，这没你什么事儿，少多管闲事儿。不是，这怎么哪都有你呀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参王大会都给我老实点儿。有大人物要来，谁敢在这时候找事儿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周八那个老狐狸怎么没来？他肯定是躲在哪儿藏起来了呗。看咱们坐山观虎斗呢，这马五爷在这儿，他还敢能怎样？那你现在也算咱们绅士的顶梁柱、花式人了。你爷们牛吧？各位，久违了。哟，这不是省药材稽查队的王队长吗？您大驾光临，咋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啊？我好给您接风洗尘啊！省稽查队队长，刘老鬼，你不是说这人是省城药材商人吗？咋成稽查队队长了？五爷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伪装身份呢。伪装。马五爷，
您虽然是省城来的大户，可也得遵守咱这1亩3分地的规矩。当着王队长的面儿，你还敢动手？回头我再收拾你。这个会呀，可真热闹呀！哎，是，王队长，你辛苦啊！这事您得说了算。对。请。诸位，1年1度的身王大会现在开始。参赛单位，请派代表上台。我们今年的获胜者不仅能赢得身王的称号，还能获得1000块大洋奖金，以及绅士、绅铺的合作权。诸位，如果大家支持我马某人夺魁，我必整合整个白参市场，并入省城的重要销售链，带着大家一起赚钱，挣得盆满钵满。不就是想独霸绅士吗？就这点小心思，连刘老鬼那个傻缺都看出来了。哈了少，刚黑。现在第1轮身王争霸赛正式开始。现在我们开始第1轮身王争霸，头轮盲身辨真假。五爷，放心吧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就他，开请。好家伙，山神爷赏饭吃，6匹叶老山参，品相极佳，价值800块。我的天，马五爷这眼力也太狠毒了！哎，省城来的就是不一样啊！一上来就开大货。完了，这老上来就开6匹叶，咱们可咋赢？这张俊笑啥？难道是吓傻了？我看他是没招了，自暴自弃了吧？主持人，我能摸一下吗？这是我的6匹叶，你小子别想使坏。哎，你小子咋不守规矩？马五爷，你这身咋黏糊的呢？五爷，这真是我花钱买来的，绝无问题。张俊，你休要耍赖！来人，取消他的参赛资格。本轮马五爷获胜。哎，你先等会儿。反了你了，小孩子！你扰乱会场，这事你必须得赔钱，赔我3倍，2400块。这事咋整啊？马五爷，您这身土是黄土，可咋还粘手呢？是不是掺了米汤啊？这须子是嵌进去的，不是自然生长。你用蜂蜜水浸泡身体增重，又能粘得住须子，所以这个身体才能这么长。闻着还有股甜味儿。果然有蜂蜜味儿，这不是人参的味儿啊！大家认识这个不？呸！这就是林子里常见的话木心子。好家伙，整个一拼装参啊！主持人，你这眼力也不行啊，一忽悠一个准儿。哎呦，是小的学艺不精，见谅见谅。这局老过岭张俊赢了，马五爷作弊，直接判输。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参，这是我花1000块钱从神童手里买的。好家伙，原来忽悠人的先被别人忽悠喽！妈呀，现世报了！
谁这么缺德带冒烟？你老公我啊？除了我，谁能做出那颗假身瞒过老主持人的眼睛啊？好啊，怪不得我说前2天你怎么偷摸出门了，原来是去干这事去了。干啥呀？钱款上交啊，外快不许私藏。大扫把大哥，拿捏得死死的呀！啊！进入下一环节，现身变灵。桌上摆9颗带泥仙参，谁变对的年份多，说清参的品类，谁胜。不准用工具，纯靠眼瞅。特别是你张俊，这次可不准上手了。好，好，好。爷，正确答案就在上头。再错，我扒了你的皮。第1颗参，申灵4年，有子元申，都正确。第2颗参，申3年，康熙临夏申，都正确。这还真有点东西啊。第3颗参，3年马牙炉乙申，都正确。第8颗临夏申，都正确。张俊不愧是张老把头的孙子呀，眼光就是毒辣。我看呐，跟张老把头比也差不了多少了。第9颗5年红丝铁线乙申，张俊错，马五爷胜。哎，可惜了，张俊这最后一下看走眼了。哎，到底还是年轻人啊，火候还是差点，跟马五爷这种老江湖比，还是太嫩了。五爷，我就说这小子不行，跟你弄他还早100年呢。没事儿，错就错了，咱们还有一局，稳住。主持人，你看清楚了吗？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还能有错？你要是不服，咱们就现场轻身验货，当着大伙的面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行，但是清的时候啊，可一定要仔仔细细，可别落下什么东西啊。看清楚了，红丝缠绕，须根如铁线，这就是5年生长的红丝铁线乙参，错不了。现在再瞅瞅呢？是我看错了，这就是普通的铁线参。这局马五爷错，张俊赢。好。哪个蛋疼的，居然往人身上缠红线？还是前几年缠的，都长到肉里了，这不是坑人吗？这不会又是你的杰作吧？3局2胜，我宣布本届参王是老过岭参庄张俊。好，不行，这次我带了白山里真正的参王，参王应该是我，这个名头不该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儿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得有1000年了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参王啊！这不是我拿去给谢老歪为了解救人质造的那个假参吗？啥？你说这个参是你造的？什么时候干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上次去救大力嘛，你去找险族猎户去搬救兵去了，我就造了这颗假参去找谢老歪，那一屋子像参的，一个都没看出来这是假的。居然是假的！雷主任，务必要缴获这颗参王，
这可是谢老歪勾结马五爷的罪证。我不信，你忽悠我。那你掰开看看，这里头就是一颗大萝卜。张俊身亡，老瓜林顶呱呱，身亡，身亡，身亡。那也不行。他张俊的老瓜林根本就没有拿得出手的人参，他就不配这个名声。哼！谁说没有的？看啊，这是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是申母子啊！这是绝对的身亡啊！张俊身亡，实至名归。赞美长白山神！身亡，身亡，身亡，身亡！这回我当上这身亡了，那咱的10个娃，你看啥时候生啊？滚犊子！马五爷这么着急走啊？这个老狐狸藏得够深啊！什么时候埋伏的？哎呀，人家是稽查队队长，心思深着呢。那咱也不是傻子，对吧？下回再打交道啊，可叫我得防着点。王队长，这是何意啊？谢老歪是部死棋，你攥在手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不如把他推出来，这样你还能继续安安稳稳地做你的马五爷，不好吗？守队。走了。马五爷这是把谢老歪供出来了，太好了。果然呢，这个王德发没动马五爷，只是抓了谢老歪这个替死鬼了事儿。这难道是？是啊，他呢不希望我在申氏一家独大，所以留下马五爷来制衡咱们老瓜岭。他这个算盘呐，打得可真是精明呢。感情我们在这做了那么多，都是他的棋子。媳妇儿啊，别担心，早晚有一天我能让天下人都成为你的妻子。你就吹吧。那咱俩打个赌呗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再也不会跟你打赌了，不然我就山炮。哎，你可是捣鼓啥呢？泡酒呢，我爷爷传下来的老方子，又滋补又好喝，你闻闻。你可拉倒吧！最近医院老板又来催单了，说上个月倒腾回去的参粉参片根本就不够卖，问我们啥时候能加大货量。哎呀，这些事儿就交给大力和王把头他们去整吧，我还有老多别的事要干。哥，嫂子，出大事了，谢老歪被带起来了，这回算是越狱、聚众行凶、扰乱治安、售卖假参，乱七八糟的罪名一大堆，听说是要被枪毙了。真的？哎呀，意料之中。他们那啥不三不四的罪名，全让谢老歪一个人扛了。他要是不死啊，才怪了。太好了，这个谢老板他终于要死了，这下我家人的仇终于可以报了。谢谢你。哎，媳妇儿啊，这几年啊苦了你了。不过你想想，这个谢老歪背后要是没马五爷撑腰，他敢做这些事儿吗？不过你放心，媳妇儿，你的仇就是我的仇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说了要为你报仇，就一定会给你报的。可是他们势力太大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哎呀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只要他们的利益起了冲突，他们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。哎，对，你啊放出话去，就说我老瓜岭为了感谢王队长秉公执法，要将这次赢得的申母子啊去省城孝敬他，你再去顺便通知李主任呢，让他过来做个见证。好嘞，哥，就瞧好吧。哎。这小子，刚才还说山姆留给我生娃吃，再一转眼就要送给王德发了。
嫂子，你尝尝，这酒好喝。这是什么？这参味好醇厚，这是啥参泡的？这么好喝？自然是那颗参母子啊。啥玩意儿？不是你不是要把参母给王德发吗？这怎么泡酒了？我说了，参母子只能给我媳妇儿吃，谁我也不给。那难道你想用假参？你不怕那个王德发知道了，弄死你不可？山人呐，自有妙计。可拉倒吧，就王德发那个老狐狸。你看，这办法这不就来了吗？啊！庄主，不好了，有人趁乱偷参。啥？损失了多少？抓住人没有？你等会儿，你去让保安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多让贼们偷点儿，少抓点人啊。然后警铃不要关，你去准备一个帐篷，整点湿柴，放把火，搞得乌烟瘴气点啊。你又要做啥妖？你别管啊，一会儿你就看我表演完了，你啥都不用管，你就哭，哭得越惨越好。庄主，李主任的车到山口了。咋回事？这到底咋回事？将军，你说。我不知道啊，本来好好的，突然就闯进来一批人，又杀人又放火的。哎，不对呀，俺们可没杀人放火呀，就顺手拿了几个参。这可咋办？我们老瓜岭接二连三遭难，真是自没防火。说，你们是啥来路？俺们就是附近南沟的，家里快饿死了，就是想拿几个参换点钱。哎呀妈呀！这不是咱们参田里最新培育的变异品种金叶参吗？哎呀，也就这么几个宝贝，怎么全让你们这帮贼给霍霍了？说，到底是谁陪你们来的？不说实话，信不信我直接让你们炖篱笆子？主任饶命啊！咱其实都是谢老歪的旧部，就是想来霍霍一下老瓦岭，给老东家出出气。真没想咋地呀，这啥金叶参咱也不认识啊！大哥，我对不起你啊！刚才我光顾着救火了，结果回屋一看，准备送给王队长的参母子不见了。我的参母子啊，这可咋办啊？大哥，你枪崩了我吧！弄丢了参母，我也不想活了。说，参母是不是你们偷的？不是我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带走，带走。这啥呀？将军啊，这件事我会完完整整的向王队长汇报，你不要太难过，保重身体。哎呀，行了，演得不错，警报可以关了。演得不错，没想到那个大力啊，咱们老瓜岭啊，签下了这么大的单子，又当上了参王，是该庆祝庆祝了。叫上所有人，今晚咱们杀猪摆席，吃大乱炖。好。
你说，我看那俩贼根本就不像马五爷请来的。你说，他真的会相信是马五爷偷了生母吗？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像王德发那种老狐狸，疑心病最重。现在啊，你就是告诉说那俩贼不是马五爷的人，他都不带信的。哇！我答应你的，我说我要风风光光的娶你入门。哦，山神为证，山林为媒，今有张俊、赵红娟树下定情，愿山神保佑狩猎顺利，夫妻和睦，子孙兴旺。好。奶奶个头啊！这小子又跑哪儿去了？不会提起裤子想不认账吧？你这又是做啥呀？收拾收拾，咱去县政府扯证去啊！啥？那你让我换件衣裳啊，身份证也没带。哎呀，都在我这儿了，你就跟我走吧。哎，你快掐我一下，我觉得我像做梦似的呢。你干嘛？大马路上呢。走，拍结婚照去。呆子，我穿成这样咋拍结婚照？那就先买衣服去。等一下。老先生，这个参片虽然颜色鲜艳，闻着也有参味儿，但其中还混合着一股子塑料味儿。这明显就是参粉压制的工业产品，是假参。我是省里开中医堂的中医，特意来参市进货，没成想还有假货。居然是老瓜岭的牌子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老瓜岭又出内奸了？哎，来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老瓜岭的参是假冒伪劣，专坑外地人。这一看呢，就是马五爷的手柄啊，专门用来诬陷打压老瓜岭的。马五爷那个也太可恨了，缺了8辈子血德。没事儿，他越作妖死得越快。为啥呀？诸位，虽然这些假参并非出自老瓜岭，但我们老瓜岭参庄为了保证参市货品的质量，愿意拿真参片、真参粉来换这些假参。只要你们手里有假参，都可以来到我们老瓜岭参庄，我给你们换真的。那这假参指定不是出自老瓜岭了，不然人家为啥愿意用真参换？这不脱裤子放屁吗？哎呀，对，老瓜岭为了咱参市，可算是呕心沥血了，不愧是参王头衔。哼，五爷，咱这招好像也不行啊。别急，我还有别的招，指定让张娟那小兔崽子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先生，你以后进货啊，直接去我们老瓜岭参庄，我保证又便宜又保真。小伙子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啊！我回去必定要向省里医药协会举荐你们老瓜岭的义举。谢谢。哥，嫂子，大事不好了！咱们刚运给1万老板那批货，还有秋林商队那批参粉，半路上被人劫走了。啥？这还有王法吗？报官！媳妇儿，稍安勿躁啊！这个马五爷终于要给自己作死了。咋回事？他上次啊卖假货已经被省城医药协会举报，资金被银行暂时冻结，所以他这次才铤而走险。不过呀，只可惜呀，碰到了王德发的逆鳞啊。
你明天去绅士找李主任，你就跟他说有个升迁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嗯。这你给我的货也不知道被哪个王八蛋给劫了，咱们去省城告状去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亿万老板，稍安勿躁啊！这口气儿啊，我帮你出。咱现在就去找这帮混账东西，啊！走，走。哎呀，我们为啥要来这里啊？不是要去报案吗？先调查一下，拿到证据再去报案也不迟。那为什么来这里调查？难道对的身份会出现在这里？马爷身份大甩卖，价格低廉，保证品质，比老瓜岭划算多了。老瓜岭身份算个屁！他们是在压低身价，扰乱市场。哎，他们哪来的这么多身份？不会又是假的吧？这是我们的包装，我们的货是被马五爷劫的。你个老毛子在这胡说八道啥？再敢找事儿，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哎呀，打人了！马五爷的铺子打人了！哎呀！咋回事？大白天闹啥呢？这批货是我们的，昨晚被劫，今天就出现在马五爷的商铺里。你们绅士管理单位必须给我个说法，不然我就上报到省里去。哎呦，别！赶紧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快！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！哎呦，1万大兄弟啊，你还这事闹的，你千万可别上报啊！这样，您损失的货款我3倍赔给您。这还像话？哎，好，带走。哎，回头见哈。好。这今天这李主任怎么没有偏袒马五爷啊？张俊同志，请跟我们去一趟省局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这回我必须得去，因为马五爷啊要完蛋了。走。我早知道那个王德发正牵头申报模范绅士这个事儿，那个材料我都看见了，重点提了咱老瓜岭诚信经营和打击假货的事儿。到时候啊，一旦申报成功，那王德发呀能升职。你说啊，那个王德发想要升职，马五那个人就为了给咱们斗，那是啪啪打的王德发的脸，他还能有好吗？他。那这么说，这个马五还真是自己把自己作死了。等会儿，这么机密的文件，你怎么看见的？你忘了，你爷们儿有透视眼呢。切，你就扯吧。那你快说，这马五最后怎么判的？还有，你看他啊，制造假身，恶意打压，扰乱市场，非法劫持外国商队。非法走私、偷税漏税，正好还赶上了严打黑恶势力，数罪并罚，直接给干了无期。哼，这可真解气。哎呀，我明白了呀，原来这老瓜岭的身王根本就没有什么身王，这整座白山就是身王。
我张家一脉守护这片树林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。媳妇儿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守护这片树林？我愿意。白山黑水，老瓜岭，熊皮指路，夫妻同心，身亡一脉，永世相续。